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，都特别的喜欢吃蛋糕，但是没有烤箱，也没有所有的蒸锅，怎么办呢？不用担心，只要家里有一个平底锅就能做蛋糕，而且做出来的蛋糕好吃又不上火，松软不塌陷，入口即化。自从知道平底锅可以做蛋糕，我家的面粉就不蒸馒头啦，3天就能吃完一袋面粉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在大碗中倒入20克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再放入3个鸡蛋黄，这里一定要是鸡蛋黄，不能是全蛋哦。然后再用蛋抽搅拌均匀，搅拌至白糖融化。搅匀后，再加入20克玉米淀粉，继续用蛋抽搅拌均匀，搅拌成这种细腻浓稠、无颗粒状的面糊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奶锅，往里边倒入300毫升纯牛奶，开小火把牛奶加热，烧至微微冒泡就可以了。然后再倒入鸡蛋糊的碗中，边倒边用蛋抽搅拌，最后搅拌成这样没有颗粒状的淀粉水就可以。再倒回小奶锅中，开小火加热。现在就要不停地用蛋抽搅拌了，不然很容易糊锅底。一直这样搅啊搅啊搅，随着温度的升高，牛奶糊就会变得越来越浓稠。继续用蛋抽搅拌，最后变成这种浓稠透明状就可以。再把它倒入一个大碗中，盖上一张保鲜膜，防止风干了，然后放冰箱冷藏10分钟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大碗，往里边打入3颗鸡蛋。我们在打鸡蛋的时候，动作一定要温柔一些，不要把蛋黄弄破了。全部打好后，再用勺子把蛋黄舀出来，把蛋黄与蛋清分离，再把蛋黄放入另外一个小碗中。蛋黄蛋清分离好后，在蛋清的碗上盖上保鲜膜，把蛋清放冰箱冷藏着备用。蛋清经过冷藏一下很容易打发，然后用蛋抽把蛋黄搅散，搅散后加入2勺蛋糕粉或者是低筋面粉，继续用蛋抽搅拌均匀，不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那样面糊容易起筋。搅拌至没有干粉颗粒的时候，再往里边加入80毫升纯牛奶，继续用蛋抽搅拌均匀，同样不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画 Z 字形搅拌，最后搅拌成这种细腻顺滑无颗粒状的面糊，提起蛋抽能滴成一条线就可以。然后再加入20克玉米油，继续用蛋抽搅拌均匀，搅匀后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60克白糖，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把蛋清取出来，往里边挤入几滴柠檬汁，去一下蛋腥味。再取出打蛋器，开中速打发，打发至出现大泡泡时，第一次加入20克白糖，继续用打蛋器打发，同样开中速打发，这样打发出来的蛋白霜会更加稳定，不容易消泡。打发至泡泡变得细腻时，第二次加入20克白糖，再继续用打蛋器中速打发，打发至出现明显纹路时，第三次加入20克白糖，继续用打蛋器中速打发。有的朋友这时候就在想会不会太甜了，如果不喜欢吃甜的，我们可以少放一些糖。其实糖的用量不仅仅是增加甜度，而且还对蛋白起到了支撑和保护作用，直接影响蛋白的稳定性，所以一定不要随意减糖哦。继续用打蛋器中速打发，最后转低速整理气泡，自然的提起打蛋器，蛋白能够呈现大弯钩状，
这是做蛋糕最合适的状态。然后取出1/3的蛋白，加入到蛋黄糊中，用刮刀翻拌均匀，用翻拌或者是切拌的方式给它拌匀，不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那样容易消泡。搅匀后再倒回蛋白霜中，用刮刀抄底翻拌，刮刀垂直插入盘底，再轻轻地向上翻动面糊，盆壁边缘的也要注意搅到。重复这个动作，迅速而温柔。过度翻拌会导致消泡。搅拌好的面糊有很好的流动性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再准备一个干净的杯子，把面糊倒入杯中，等一下方便操作。接下来我们取出一个煎饼锅，这个锅有这样的4个模具，方便操作。如果没有这种锅的朋友，也可以直接用平底锅，在底部和周围刷层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锅烧热的时候，再倒入蛋糕糊，开小火慢烙。蛋糕糊不要放太多，大约6分满就可以。4个模具都倒上蛋糕糊，然后再取出擀面杖，像这样轻轻地搅一搅，让模具边沿都能沾上蛋糕糊。然后就这样开盖，先烙3分钟左右。3分钟后，我们取出一根牙签，沿着蛋糕周围转上一圈，看一下蛋糕底部是否定型。如果蛋糕底部定型了，像这样就可以。然后再放上刚做好的奶黄馅，用勺子整理平整一些，然后再用另外一个蛋糕盖在上面，用手轻轻按压，让蛋糕把馅料包裹得紧实一些。然后用铲子翻一面，再烙2分钟。烙至2面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装入盘中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蛋奶酥蛋糕就做好了，吃起来松软香甜。我们取一个，用刀切开看看，看一下里面满满的奶黄馅，直接流出来了，真的是太有食欲了。家里没有烤箱，又嫌电饭煲蛋糕太麻烦的朋友，可以试试用平底锅来做，用这个方法更简单，而且制作速度更快，只需要10分钟就能轻松搞定，而且口感一点也不比外面买的差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